有一个叫秀秀的成都女孩子，长得跟水滴一样干净。她17岁时正碰上文革，被选中去藏区跟老金学习牧马。老金是个很好的人，当年因为跟人打架被割掉了鸡巴。他对秀秀疼爱有加，是一种纯洁的精神挚爱。秀秀一开始认真学习牧马，后来就烦躁起来，因为场部并没有按约定在半年之后接她回去。她常常坐在草地上幻想回家。有天来了一个男人，说可以帮她实现梦想，但这个男人并没有帮她回到家乡，只用一个苹果的诱惑便占有了她。老金心里很难受，摸了摸那把枪，忍了。秀秀常常去场部要求回家，那些有门路的同志就纷纷上了她，有时还跑到秀秀的住处上了她。秀秀付出了所有，还是回不了家。老金忍不住指责秀秀不要脸，出卖纯洁的身体。秀秀对老金大喊大叫，卖也没有你的份。秀秀的肚子渐渐大了，可并不知是谁的孩子。老金曾拎着枪带着秀秀去场部闹事，无果。最后绝望之余，举枪把秀秀打死，自己也为她殉葬。看过的人知道，这就是天狱。秀秀并不是出卖自己，她是被强奸的，被那个时代的强权强奸。那个时代有多少女知青被强奸已难以统计，唯一可证实的是，她们无从反抗，爱她们的男人也无从反抗。很多年过去，有些事并没有发生改变，不管是文革时的农场小干部，还是现在的联防队员，他们身份卑微，却代表强大的权力。这时，大家可能联想到前段时间发生在深圳的那件悲伤的事：一个女人被联防队员强暴1小时，而她那个叫杨武的丈夫只能在隔壁饮气。这两件事有不同的地方，可非常相同的是，弱者面对强权力无处逃避。我并不想谈那件残忍的事，我只是想写一篇影评。我注意到有 CCTV 的同志批评一些记者采访中对受害者造成2次伤害，这个批评很对，有些记者却是另一类型的联防队员。可我很难不想起近年来最大的2次伤害出现在汶川大地震， CCTV 熠熠生辉的台标多少次伸到受害者家属前，妈妈死了，你难过吗？有多难过？描述一下灾难发生时的细节吧，是这根柱子压住你儿子吗？以及化了浓妆的女主持人在赈灾晚会上高呼大爱无疆，灾难让我们有更大的凝聚力。所以说起2次伤害，有个大台天天在2次伤害。当新闻来自权力授予，记者只能扮演喉舌，没人性是他经常的属性，只不过有的演的好一些，有的演砸了。2次伤害了别人的记者班师回朝后，受到3次伤害。记者节之夜，有关部门下达对杨武案报道的禁令，记者节对记者下禁令，如同妇女节强奸妇女。然后是4次伤害，一起谴责了记者的网友，因杨武懦弱还是忍辱负重，在网上打成一片，到最后双方互以对方老婆举例，企图让联防队员奸一次对方老婆以证本方正确。相信还有5次伤害。忽然想起女童小月月反复被车碾而路人默然置之，这里的社会新闻已出现固定模式：弱者被欺，无人理睬，媒体曝光，网友混战，左派大战公知，有关部门下禁令，此事再来一遍。我们不是拥有世上最匪夷所思的新闻，而是拥有最匪夷所思的新闻过程。不敢追问谁制造了1次伤害，却大尾巴狼纠缠于 N 次伤害，到最后，社会新闻成了黑社会新闻，民生问题成了民间传说，简单的人性判断变成复杂不堪的道德绑架和逻辑无穷尽。此时，大家伤心的哭了，政府会心的笑了。这个国家除了权贵，人人都在被强奸。你交了税没得到应有的回馈，还表白才这点税负呀，日子可过得一点都不累。你每天出门都要大口呼吸一坨一坨的空气，还要在豆瓣上装成生活小清新。你看个苍井空叫低俗，他包个二奶叫培养女干部。你幻想一下，移民就叫叛变，他全家3代拿着米国护照，只是去卧底，还是做家乖，等不及别人来奸，写作之前就先行把自己预奸了一遍。这里培养人才的模式是：反抗的成为杨家，不反抗的成为杨武，辩解的成为杨乃武，既不反抗也不辩解的就成了杨伟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无法反抗强奸，只好假装享受的哼哼。我承认我们是懦弱的，可是你怎要求买把菜刀都实名的子民不懦弱，空手夺白刃？我们并非天生懦弱，只因天天被奸，
且上面规定戴了套子就不算强奸，而变得懦弱。人就是这样，开始也反抗，反抗而无用，渐渐就会怀疑其实是自己错了。当初一点小小的痛楚，只是因为还不够主动，不够润滑而已。一切习惯就好，习惯的别名叫坚强。多坚强的情景，作家把自我阉割当成作品成熟，学者把迂回婉转当成博大精深，老师把吞吞吐吐当成意犹未尽。宗教领袖，如果少林方丈算的话，把跟领导合影当成入世修行。我们都在微博上仗义直言，恨不得立马拎刀剁了城管。公交车上见小偷扎了女司机都不敢拨打一个110。我们都对贪腐痛心疾首。可昨天是上海大火周年祭，头条新闻专门在标题注明肇事者为无证临时工所为，大家都假装信了。假装信在这里是一种很高级的坚强。这么说可能让一些朋友不舒服。很多道理不是说来让你舒服的，让你感到舒服的该是每晚19点到19点30分那档娱乐节目。让我们不再被强奸的往往是不太舒服的话。文革中多少知识女青年被强奸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，教材里不会有这些，我们也从未反思。你连反思都不敢，敢反抗？这其实是一篇影评。回到天域，故事的结尾是秀秀说她要回家了。在当初老金特意为她用石头砌的一个浴池里洗涤自己的身体，她洗呀洗，抬头看着老金，老金也看着她。她其实想通过把脚打伤的办法回家，自己下不了手，让老金帮她。老金举起枪，忽然双方眼神有了变化，老金枪口慢慢上抬，一枪就把他打死了。我看到这里时，一开始觉得被割了鸡巴的老金特别懦弱，也特别邪恶，后来才明白，其实是秀秀暗示了自己的归途是被打死，他原本就想自杀，而且成功了。这个结局想必会让人再次联想到深圳那个妇人溺死的事。从蒙昧的文革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对了，这部电影在院线是看不到的，它表面上是一部电影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生活。严歌苓写的是过去，我们却读出了现在。昨天，我的一个做电影的朋友告诉我，他无意中去库房查数据，发现最近7年来不许播放的中外电影达到6000多部，6000多部，差不多是胶片回收废品站。这段时间，我的一些写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朋友也准备转型去写言情和穿越了。看来忘记了第一次的伤害，习惯了就是坚强了，坚强了也不用怕强奸了。我们几乎知道所有关于正义和善良的道理，我们也知道伤害的来源在哪里。我们什么都知道，却什么都听不到；什么都听得到，却什么也做不到。在此只能介绍一首很好的歌，《天域》主题曲《遇水》。在竖琴伴奏下，齐豫的声音，空灵中有顽固的哀伤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他们为什么都知道？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。你说话声音太渺小，